一辆普通的燃油汽车大概要有2万多个独立的零部件组成，每一个零件都起着它特定的作用。那你知道燃油汽车都是由哪几大系统组成的吗？它们各有什么作用？是如何连接组装起来的呢？本期视频就来深入剖析这个话题。关注惊叹号，我们一起学习那些奇特的汽车原理。本期视频内容比较长，热爱汽车知识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看完。通常汽车被分成4大总成，但今天我们把它打散来看。首先我们按照结构来划分，它主要包括车身主体和框架、发动机、变速箱和传动轴、悬架、车轮和轮胎、控制部件、电气线路以及发动机辅助部件等等。如果按功能来划分，它们总共分为4大部分，蓝色的是发动机，红色的是变速箱和传动系统，绿色的是悬架系统，而黄色的就是控制系统。下面我们就具体到各个部件来进行详细讲解。首先来看车身和框架。车身和框架是汽车的主体结构，它是一切其他部件的安装基础，而驾驶员和乘客以及行李就位于车身的不同区域内。车身和其他辅助部件安装组合后，就形成汽车车体。下面再来看发动机。发动机是汽车的动力心脏，它负责把燃油燃烧产生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来驱动汽车前进。家用轿车的发动机一般位于汽车的车头，这称为前置发动机，也有部分车型的发动机位于汽车尾部，这种称之为后置发动机。而市面上也有小部分汽车把发动机放置在后轴的前方，就称之为中置发动机。目前常见的发动机都以内燃机为主，它们的燃料是柴油和汽油，而家用轿车大部分都是汽油机。汽油发动机一般由2大机构和5大系统组成，这里是曲柄连杆机构，它由活塞、连杆以及曲柄飞轮组成，它是发动机实现工作循环、完成能量转换的主要运动部件，它负责传递动力和改变动力的运动方向。而上面的这一大坨以及边上的链轮和皮带等等，就是配气机构，它的作用是按照发动机气缸的工作顺序和工作循环的要求，定时开启和关闭各个气缸的进气门和排气门。通俗理解就是负责往各个气缸中送气和排气。另外，配气机构负责在发动机内部作业，而进入发动机的纯净空气就由外部的进气系统来完成。图上红色的部分就是进气系统，它由空气滤清器、空气流量计、节气门以及进气气管组成。进气系统最大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多的、尽可能均匀的向各个气缸供给可燃混合气或者纯净的空气。除了进气系统，自然也有排气系统。排气系统最大的作用就是排出废气、净化废气以及消除噪音。排气系统主要由排气气管、消音器、净化器等组成。另外，随着节能减排的要求，现在很多汽车又增加了废气再循环系统，也就是经常听说的 EGR 系统。下面我们来看发动机的5大系统。首先是供油系统，也就是燃料供应系统，它由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以及喷油器组成。燃油系统负责持续向发动机输送燃油。这里要注意，燃油系统是一个回路，汽车启动后，油箱中的电动燃油泵就开始工作，因此只要不熄火，燃油就会一直连续的在油管中流动，就像人体的血液一样往复循环，所以这就保证了整个汽车油管回路中持续有燃油供给。下面来看点火系统。点火系统的作用，通俗理解就是对各个气缸中压缩的油气混合物进行点火，让它们准时且高效的燃烧。由于在工作时气缸内4冲程动作很快，所以要求点火系统必须准时可靠，而且火花塞产生的电弧火花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否则就无法使燃烧室的油气混合物在短暂的时间内充分燃烧。这里补充一个知识点，发动机工作时，气缸中的点火系统要一直高速持续不停的点火，而不是点一次就结束了。下面我们来看冷却系统。冷却系统负责给发动机降温，使之保持在有效的工作温度内。冷却系统由水泵、散热器、冷却风扇、补偿水桶、节温器、发动机机体水套、气缸盖水套以及水管回路组成。注意，在水管回路中流动的是冷却液，一般情况下不能加水。知道原因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接下来再来看润滑系统。润滑系统负责给发动机内部各个机件的接触面产生一层油膜，起到良好的润滑和缓冲作用，不让它们摩擦受损变形。润滑系统主要由油底壳、集滤器、机油泵、机油冷却器、机油滤清器以及油管回路组成。发动机的最后一个系统就是启动系统。启动系统的作用，通俗理解就是在发动机启动前，通过外部电机助力的方式助推发动机启动。
现在常见的启动系统都由蓄电池和电机组成。说完了发动机，下面来看汽车动力传递变速的灵魂部件——变速器。变速器分为手动变速器和自动变速器，它们的作用是改变发动机输出动力的转速比和运动方向。通俗理解就是改变汽车的行进速度或者控制倒车。注意看，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后，通过飞轮传递给变速器，变速器再将动力传递给差速器，差速器再把动力传递给半轴，半轴最后把动力传递给驱动轮，就像动画中这样。注意，动画中看到的是发动机横向前置式，而下面这种组合形式就是目前最为流行的前置后驱式，它的发动机是纵向的。下面来看中间部分，这是一根带有万向节的传动轴，动力通过传动轴传递到后桥差速器，差速器再把动力传递给半轴，最终由半轴带动驱动轮转动。另外，现在还有很多四驱的车型，它们通过变速器外侧的分动器来分发动力，将动力传递给前桥差速器，最后再由前桥差速器将动力传递给前桥的驱动轮，就像动画里这样。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系统——悬挂系统。汽车悬挂系统包括弹性元件、减震器和传力装置等3个部分，它们分别起到缓冲、减震和力传递的作用。通俗理解就是吸收各种颠簸和冲击，使汽车驾驶平稳、安全和舒适。悬挂系统由以下部件组成：红色的部分是轮毂，它安装在转向节上；黄色的弹簧缓冲部件，蓝色的减震器，淡蓝色的连杆，紫色的防倾杆，以及绿色的副车架。动画中的悬挂系统就是常见的麦弗逊式悬挂。再来看后桥，这里是带有扭杆的半独立悬挂。汽车的悬挂系统连接在汽车车轮上，4个车轮承载着整个车身的重量。车轮通常由轮网和轮胎组成，轮网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钢圈。下面来看汽车的控制系统，它们包括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发动机制动以及变速箱控制系统。转向系统的作用是负责改变汽车的运动方向，常见的有液压助力转向以及电动助力转向。而制动系统的作用是负责刹车和驻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脚刹和手刹。常见的刹车制动有鼓式制动和盘式制动2种，它们都通过液压助力。下面来看变速箱控制器。手动型汽车在起步时一般使用1档，速度慢而且动力强，当达到一定速度后，要转换成2档进行提速，再到3档、4档不同的档位。不同的档位车辆行进的速度是不同的，这些速度的控制就是通过变速箱中的传动齿轮和档位控制杆来实现的。最后再来看电气系统。电气系统包括空调、灯光照明、音响、电子控制单元、驾驶辅助系统、仪表和电信号传输系统等等。它们按电力的消耗形式区分，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蓝色的电力消耗类，它们有前后车灯、启动电机、车载电脑 ECU 等等。第二类是绿色的电力传输类，它们主要是连接电线以及电气系统的各种组件。第三类是黄色的电子电器元件类，它们包括继电器、保险丝以及各种按钮、开关等等，而它们所消耗的电能都来源于汽车蓄电池和发电机。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细心的你有没有发现漏掉什么呢？如果有，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下期视频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解。